你要改就整体改哦，你不要搞每年小改款，或者是说卖不好就改一下哦。今年年头泥头不是泥头了，年头卖不好啊就改车头啊，年终盖不好卖不好啊就改桌垫啊。所谓的买的下手呢，就是说它这个外形要让我们买的下手，不要说便宜是便宜，或者是说你搞怪是搞怪，你搞怪要有和谐，要有协调性啊，不是说呢车头像外星人车尾像乡下人中间呢像是一个。大家好欢迎回到这个频道最近呢电视打开呢，大家都只有看到2个字小炒为什么电视打开都是小炒呢？不是说因为夏天到了喝青草茶比较退火因为大家最近呢都在追求2个字正义什么正义呢？居住正义呢，还是价值正义呢？以前呢，大家呢对房价呢、对价格呢是最反感的为什么对房价、对价格最反感呢？你的人生中呢有3个东西呢是你一定要拥有的或是说你必须要拥有，才不会有遗憾车子、马子、房子这3个里面呢，最容易达成的呢，当然就是马子不是啦，是车子啦不是马子啊。有时候马子你买一个有没有不喜欢还要换第2个第2个不喜欢的还要换第3个这样子一直重复，一直消耗你的内耗然后你马子一个一个换你的年纪一天一天老有时候人讲7间8间尾经到一个没经验的7换8换尾再换一个咱无爱这样子其实你也不一定比较划算的车子呢，这个有时候你买对了可能一骑就是20年马子呢，你选错了一骑不是啦，你一用呢，可能也是要用20年，甚至不小心要出了人命之后可能要用一辈子所以说呢，这个居住正义呢，车子、马子、房子呢，最难达成的房子呢，就是要靠政府所以说呢，我们居住要有正义什么叫做居住正义呢？就是房价要合理房贷呢也要合理就是要买得起缴得起也要住得久了不然的话你说买得起缴得起那个房子盖在焚化炉旁边盖在坟墓旁边这样子的话你也住不久每天就在那边喝礼记在那边叮叮当当焚化炉呢礼拜1到礼拜5只有礼拜3没有在烧垃圾，其他每天都在烧垃圾。你打开窗户也不是关起来呢又热得要死所以说呢，政府呢就是要有居住正义让你能够缴得起买得起最重要能够住得久不然你买一买过了宽限期之后缴不起又要搬家，这样子也是内耗。就跟你讲说，就像你那个马子一样你看得上眼把得下来问题是你养不起，那也没有用对不对？过了那个赏味期，你也是要还给别人嘛所以说呢，这个转换到我们另外一个部分说，车子、马子、房子，对不对？这个车子的部分呢，吉赛格学的说这个车子的部分呢，车厂呢，车厂不是车长车厂呢也要有它的造车正义什么叫造车正义呢？相对于这个居住正义呢，居住正义说它房价要合理房贷要合理车价呢，车子呢，这个车价也要合理配备也要合理，然后呢，让我们呢能够买得下手，骑得久价格要有诚意呢。所谓的买得下手呢，就是说它这个外形要让我们买得下手，不要说便宜是便宜，或者是说你搞怪是搞怪，你搞怪要有和谐，要有协调性不是说呢车头像外星人车尾像乡下人中间呢像是一个不正常的人坐垫那么大置物箱那么小车头呢像变形金刚车尾呢又要像那个神兽像那个
仿生系安的不协调，所以说那个外形呢，外形要让我们买得下手啊。这个年代呢，你不能说每次改款然后改半台，对吧？前90年代的车头啊配80年代的车尾，或是说2000年的车头啊配99年的车尾，你都改半台，你都掏假包，这样子就不行了。所以说你这个年代要 OK， 你要改就整体改你不要搞每年小改款，或者是说卖不好就改一下今年年头泥头不是泥头了，年头卖不好就改车头啊，年中卖不好就改坐垫啊。你车厂呢，你不能说你泥头卖的不好不是泥头啦，年头卖的不好就改车头啊，年中卖的不好就改坐垫啊，年底卖的不好就改车尾不能这样子，你要有一个计划，要有 program 嘛，对不对？你要改就整车整体改不用急着改，对不对？你如果卖不好，这个车的体质不好，这个车的本质不好，它是旧引擎、旧车架，然后旧设计，你再怎么改，你就是不符合市场的需求。你按怎改都是浪费时间。你要改就有一个计划性，3年还是2年，好好的想3年，以3年后要改款，你现在就要预测3年后市场的需求是什么，消费者的喜好是什么，然后世界的潮流、台湾的潮流、亚洲的潮流是什么，想清楚之后再推出你要学人家玩动物的就整体出动物你是要学人家电影的之前那个变形金刚那个机械系的机械系另外车头机器人车尾变这动物的尾巴。另外呢，居住正义呢，他是说要住得久在机车来讲呢，我们就是要骑得久所以什么叫做骑得久呢？就是你品质你品质要顾得好，对不对？你不要以前旧的引擎那个缺点你又不改，然后呢，你旧的引擎继续用你缺点不改新的引擎你又没信心，怕说推出来市场不接受，或者说推出来本来旧的引擎只有2个缺点可能只有漏油，然后油耗大、油耗差你推新的引擎怕市场不接受你新的引擎这开发成本回收不回来就旧的引擎又继续用你漏油的问题没有解决，油耗差的问题没有解决当然市场大家看到这台车哇，这个古文令对不对？旧的问题都没有解决你外形做的再好你车壳再炫，大家还是会有疙瘩，因为我买下去这台车骑出去就是比人家油耗多骑出去就是比人家比较早又要问题每天就在那烦恼说机油漏下来会不会少几 cc， 每天就在那烦恼说机油有没有加800剩700加800剩600再过个几年加800剩500甚至以后都不用加，不用换机油的都补充就好了另外呢，居住正义呢在讲，居住正义上面在讲就是说这个价格呢大家要缴得起要买得起在机车来讲呢，这个价格就是要有诚意要有诚意的话呢，就是要分3方面呢。你这个分期要有诚意你今天是台湾数一数二的大厂，你要分期就要有诚意不要搞那个12期的啦，对不对？你起码也要24期，对不对？不然36期对不对假如说你周年庆50周年、60周年、70周年，你60周年庆你得分期60期70周年庆你得分期70期，嘿嘛更有诚意，对不对？折扣折扣的话，当然现在大家都流行新车就是要折扣了你折扣你要有诚意，就是什么？你不要标8万折扣2万变6万，靠腰你这个变这写在身上，就是变在身上，先拉抬然后再下杀嘛，对不对？你要嘛就是本来就打算要6万要卖，你就标6万6有 lucky， 然后折扣6000卖6万刚刚好，还是说你本来呢70周年庆你就标7万折扣3000变6700，对不对？你不要拉那么高，然后又折扣那么多搞得好像大家都数学很烂就对了，然后不要省，然后要你帮我们算，对不对？折扣多没有用
最终是那个最后那个成交价是多少，对不对？好，另外呢，价格要有诚意，就是说，如果你说你这一代比如说像某某车厂他出那个旗舰车有没有？你知道台湾旗舰车的顶级就是不能超过12万你低于11万呢，你又觉得你划不来这样子的话呢，你就价格 hold 在那边比如说你上一次卖11.9万这一次你就加个意思11.95万三代呢11.96万11.97万你就是打死都不要超过12万，然后你用增加配备让消费者就说你帮我们把价格 hold 住，然后你的配备又一直给我，比如说上一代没有 LED 灯这一代有 LED 灯上一代呢没有那个空气力学这一代又多了空气力学，你让消费者占便宜，消费者就觉得说你这个车厂你这个价格是有诚意的所以说呢，迪赛哥在替大家分享复习一次，就是说这个造车正义，车厂的造车正义就是有3个你的车价要合理，你的配备要合理另外呢，要让消费者呢买得下手，骑得久，价格有诚意谢谢。